是不是网络上推荐的雅典行程你都看腻了？今天淘淘跟你们分享6个私房景点，来雅典旅游的朋友，这一集你绝对要收藏起来哦。Ciao tutti， 我是淘淘，欢迎来意大利找淘淘。前面2集带大家分享了雅典套票攻略，还没有看过的朋友记得点上方小卡片哦。今天这集淘淘要来分享我们的口袋私房景点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出发啦！360度无死角的最佳观景打卡景点吕卡维多斯山，抵达的方式有步行、搭缆车跟自驾。我们今天呢要去 Monte Licaveto， 然后呢现在我们在爬那个坡，要到上面去搭缆车，爬到上面一阶一阶一直往上爬。我们刚刚已经一个城市在下面，哎呀，天哪！给大家看。找到了。Puedes estar como el de Estambul, porque Que no se ve, saber el techo de cristal y todo, pues algo. ¡Wow! Dai, vieni qua。建议大家缆车票只买去程，回程可以步行下山，一边欣赏沿路风景，一边拍照，小心不要被沿路的仙人掌刺到咯。Quindi in realtà volendo si può anche camminando su. Sì. Che bello, che bello. 接近半山腰处有一个餐厅，可以稍作休息，看风景，喝咖啡。你们知道第1届的奥运在哪办的吗？就在这里，来雅典必朝圣的帕纳辛纳克体育场。抵达的方式呢，有自驾或是搭地铁。导览解说是免费的，然后你可以选择语言。这里我们接的是中文。这座体育场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全部用大理石兴建的体育场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元前330年。在古希腊时期呢，是用来举办纪念雅典娜女神的泛雅典运动会。后来被遗弃以后，一直直到1896年，为了举办第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而进行重建。2004年呢，又再次被作为奥运的运动场。这里呢，也是1年1度的雅典经典马拉松赛的终点站哦。你现在爬到是一个中间的位置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其实这楼梯啊还蛮陡的，就是不知道大家会发现就是这样子，其实它还蛮阶梯也是蛮高的，蛮陡，所以就是在爬上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哎呀，其实很高这个阶梯，我们现在要爬到最上面。据说这个是国王跟王后的坐的位置。选手出场的地方，在体育馆的一侧有一个洞口，这就是选手出场的隧道。走到隧道的底端呢，通往的就是以前运动员出场前后的休息室。现在呢，已经被改建成博物馆。在这里还可以制作雅典奥运会的纪念币哦，推荐大家来做一个带回家。
来看女相助的真迹，记不记得上一集在套票行程中有介绍过的厄瑞克提翁神庙？它最有名的就是南门廊的这个女相助，那真迹呢就在这边哦。抵达雅典卫城博物馆，交通最快的方式就是搭地铁到阿克罗普里站。来参观的时候呢，记得要扫这个 QR code， 所以你就可以有图。扫完了以后进来就开始啦。算一算，为什么只有5个？原来在1800年，第6尊女柱像被埃尔金勋爵士拆除，用于装饰他在苏格兰的宅邸。他后来呢，又从帕伦嫩神庙偷出了一些其他的雕塑，一并卖给了大英博物馆。所以呢，现在第6尊女像柱呢，就在大英博物馆里面。据希腊当地的传说称，晚上呢，你可以听到女生呼吸的声音，是剩下的女像柱为了失去妹妹的哭泣声。如果晚上想要来壮胆的，可以来这里试试看，看会不会真的听到女生的哭声。全世界第一个立法院。普尼斯克山是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开会的地点，山丘呈现半圆形，俨然成为天然的讲台。从西元前6世纪到4世纪，古希腊人呢就在这里举办各种民主会议。抵达这座山最快的方法呢就是步行。以前希腊人会在这些会议上，大家都会讨论法律，提出提案，每个人都有发言权。不过现在这边成了大家欣赏美景与日落的隐藏版观景台。我们刚刚走到最前面那个地方，就这个地方拍，那记得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非常的滑，因为这里全部都是大理石，所以全部都是大理石，然后是很滑的大理石。想去海边，但怕行程上来不及，不用担心，淘淘推荐你一个距离市区超级近，半天就够的海边行程——米克罗利马诺港口。抵达这个港口呢，可以自驾或是搭地铁。从市中心大概搭捷运15分钟就可以到海边，有没有很像我们的淡水？这里放松，感觉也很棒啊。这里就像是一个海滨长廊，沿着海岸线上有许多的餐厅、咖啡馆跟酒吧，很像升级版的淡水。今天真的超级适合，我们现在1月来，然后今天的温度是21度，这就跟台湾差不多，然后太阳也很大，真的超适合在这里。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可以沿着沿海一路步行抵达沙滩区。最近的呢是 Votsalakia 海滩，之后还有一个 Phreati 的海滩，在这里看海、吹海风，也可以很惬意的度过一个下午哦。最后就是整个雅典最火、网红们最爱去打卡的咖啡厅 Little Cook。这已经不仅是一间咖啡厅了，而是一种体验，因为整条街都被他们布置成装饰的，宛若像走进迪士尼一样，连工作人员都会打扮成小精灵的模样来欢迎你。咖啡厅的营业时间呢是从早上9点半到晚上11点半，时间非常的长，所以不用担心吃不到。不过呢，咖啡厅里面是禁止拍照跟摄影的哦。Te l'ho detto, dobbiamo venire qua. Che bello! Oddio, che bello! Ah, 除了咖啡厅以外，这里也有一间他们卖装饰品的商店，里面有各种精美浮夸的装饰品，很适合当伴手礼回去送朋友哦。不过呢，里面也是禁止拍照跟摄影的哦。如果呢只是想要来这里拍拍照、过过瘾的话，其实在外面这条街就够你拍很久了，不一定非要进到咖啡厅里面消费哦。
那这一集的私房景点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大家喜欢哪一个私房景点介绍呢？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给淘淘哦。如果你喜欢淘淘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Ciao, a presto!